唱的这首《偏偏》，90%的人都听不懂。如果说罗刹海市是在批判现实，那《偏偏》这首歌就是人生指南。《偏偏》到底讲的是什么？偏偏其实是一个仙女的名字。我们先了解一下这偏偏背后的故事。同样，它出自《聊斋志异》同名小说《偏偏》，讲的是一个小伙叫罗子福，滨州人，现在在陕西，自幼父母双亡，跟随叔叔生活。罗子福14岁时被坏人引诱去嫖妓宿娼，喜欢上了一个风尘女子，后随着女子去了金陵，在妓院住了半年，最终钱财花光了，还染了一身重病，身体溃烂，被赶了出来。他没脸回家，便开始流浪。有一天傍晚，他在路上遇到了一个女子，美得像天仙一样。女子主动问了罗子福的情况，还说道：“我是出家人，你可以随我进山，也算有个住处。”罗子福听后欣然前往。没想到在这里，女子用一息清泉治好了罗子福的病。这罗子福大病刚好，反手就是一顿表白，最终和这女子相爱，两个人在一起了。他们生活的衣物、食物都是女子用叶子和云朵变出来的。这女子便是偏偏。谁成想，偏偏还有一个好闺蜜叫花城。罗子福一见花城姑娘貌美，便动了歪心思，十足的一个渣男。结果他一有点小动作，身上的衣服就变回叶子。其实偏偏早已看在眼里，但没有责怪他。罗子福这才老实。后来罗子福和偏偏生了一个儿子，聪明伶俐，天生富贵相。又过10几年，他们操办了儿子与花城家的姑娘成亲，两家皆大欢喜。这些年里，罗子福时常挂念叔叔，想回乡探望，但偏偏态度坚决，不能随他一起回去。加上儿子小，需要照料，现在儿子也成亲了，他便带着儿子儿媳返回老家。离别的时候自然是依依不舍，回去之后与叔叔一家团圆。后来罗子福想念偏偏，回去探望，只见得黄叶满路，洞口迷失，再也找不到偏偏了。故事就此完结。那刀郎老师的歌曲《偏偏》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？下一期我们接着讲。